在中国股市，亏钱是基本操作。截止2019年7月，中国有1.5亿股民，但亏钱的流程都差不多。股市在涨，亲朋好友都在买，所以你跟着买点。计划很简单，挑一个大家都说好的股票，10块钱买进1万股，20块卖出，10万块到手。当然，还没怎么涨就开始暴跌了。根据同花顺2016年的报告，72%的股民都在亏钱。为什么亏钱的总是大多数？要知道你为什么亏钱，首先我们要知道一只股票是如何上涨的。假设我厂成功上市，在 A 股流通1亿股，此时的股价是每股10元。我们可以在交易界面里看到买盘和卖盘。买盘的买家愿意以10元每股购入1000股，卖盘里的卖家愿意以10.1元每股的价格卖出1000股。此时无法达成交易，所以股价就是10块。当出现了愿意用10块1买入的买家时，买卖双方完成交易，此时股价就涨到了10块1，1000股10块1的股票卖完之后，再买入干燥工厂就需要出到10块2了。反之，当持有股票的卖方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卖出时，股价就下跌了。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股民出更高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呢？正常情况下，当然是因为你看好这家公司。但中国股民还会关注各种 K 线指标，甚至日周月金叉、砸锅卖铁买这种炒股口诀和教你双龙齐飞这样的魔幻教学视频。叫做双龙齐飞啊，短指上指跳空高开的。中国全面。除此以外，短期内股票上涨还会有各种原因，国际形势、政策利好，甚至是热点新闻。比如文章出轨，伊利股份2天涨了5%；川普当选总统，软件公司川大智胜当天上涨9%。有时改名都能让股价暴涨。2015年5月，主营建材的多伦股份更名 P2P 公司后，就连续涨停了6天。但这些都是噪音。从长期来看，一只股票上涨只有一个原因：公司越来越值钱了。这是过去15年 A 股所有公司的净资产曲线，这是 A 股整体走势。这15年股价虽然疯狂波动，但总能回归到净资产的价格附近。这也符合常识，股价反映的就是公司价值。同一家公司资产100亿的时候，大概率比资产10亿时值钱。今天净资产36万亿的 A 股上市公司，也肯定比10年前净资产7万亿的时候值钱。人类的经济总是在增长，对应的股价当然也更高。评价股价和公司资产之间关系的指标叫做 PB，Price 比 Book Ratio 市净率。把股价除以每股对应的净资产，就得到了 PB。如果一家净资产10亿的公司股价市值也是10亿，那么 PB 就是10除以10等于1。如果 PB 比1还低，那直接买下公司都不太可能亏。除了 PB， 也可以把股价除以每股盈利金额，这样就算出了市盈率 PE。一家每年盈利1亿的公司，如果股票市值是10亿 ，PE 就是10，意味着买下公司后大概10年能回本。PB 和 PE 可以有效评价整个市场的股价到底算不算高。今天 A 股3687只股票的 PB 中位数是 2.3，PE 中位数是32，肯定是比2015年便宜多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过去20年的中国股市。这是2000年到2019年的 A 股指数，指数能直观地表示整个市场到底涨了多少。把1999年12月30号所有股票价格加权平均后的价格设定为起点1000点。之后，比如2007年3月2号的指数超过2000点，就说明此时所有股价平均后的价格是1999年12月30号的2倍。我们可以在这张图里找到几个快速上涨区间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牛市。比如2014年6月30日到2015年6月30日 ，A 股指数从2300点涨到了最高7257点，一年翻了3倍。和股价同时暴涨的是股民投入的钱。这是 A 股每月的成交金额，和股价对比一下就会发现，股价一涨，大家就开始买股票。在2014年6月，股民们只买了3万亿元股票，但是到15年6月，大家一个月就买了36万亿。股民在牛市这几个月买股票花的钱，比前几年加起来都要多。还记得 PB 吗？ PB 越高，股票就越贵。我们可以画一条05至19年 A 股 PB 中位数的曲线，并把指数划分成3个区间，0至2.5、2.5至4和4以上。现在我们把 PB 大于4的时间段高亮出来，如果在这些区间买入股票，持有3年亏损的概率大于90%。但刚刚的成交数据告诉我们，大多数人就是在这里买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炒股亏钱的答案，你买的太贵了。不仅是中国股市，其他国家的股市也都符合这一规律。在这份信达证券2013年的研究中，对美股、港股等10个地区的股市做了 PE、PB 和持有时间的相关性分析。
以这张美股的分析图为例，横坐标是持有时间，纵坐标是买入时的 PE 倍数，颜色越偏红，赚得越多。可以看到，买的便宜，持有的时间长，通常能获得更好的收益。但如果买贵了，拿多少年都不会赚钱的。在香港、印度、韩国、泰国、印尼，我们也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。但也不是买的便宜、拿得久就一定能赚到钱。持有单只股票总是充满了风险，比如老板离婚、老板性侵、老板跑路，甚至是扇贝跑路，都会让股价大跌。相比之下，买入指数是一种更稳的方案。比如沪深300就代表了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的300家优质公司，买这个就相当于买了这300只股票的集合，不管哪家公司的老板突然离婚，都不太可能影响整个指数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在股市里赚钱，可以准备一笔未来3年都不会用到的闲钱，在低价区买入沪深300这样的指数，耐心等待几年，平均每年或许可以赚个10%。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想要炒股不亏钱，最好别炒股，特别是不要在牛市买入股票，不要幻想通过炒股发财，不要用你买房买车结婚看病的钱炒股，更不要借钱炒股。要不然像这位李先生一样抵押房产血本无归，一激动把帮自己炒股的朋友捅死就不好了。我打过的，我就想下家就走了，我也不想真的去扎实的。20本影响全球投资者的经典，做成功的投资者从这里开始。我是吴松磊，本期节目要感谢且慢 App 的创始人孟岩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数据分析和技术支持。作为理财服务平台，且慢也提供了在熊市低价期买入指数基金这一方案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孟岩或者且慢管家，也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且慢，了解更多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股票，可以获取一份来自且慢的硬核数据报告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